然后浪费我钱买这个 Versa， 然后看看我们要把我们家的 Urban Mirror 给卖了。真正合适我这个空间的，大概就是165到170公分就好。Hello， 终于要跟你分享我2023年最新的工作桌面了。上一次拍这个工作桌面的影片啊，是1年半前在基隆的时候，那时候我的工作桌面啊是120公分，现在到了智能工作宅之后，这1年半我换了一张185公分的超大工作桌面。所以在这1年半之中啊，有些设备被我淘汰了，有些产品被我添购了，但更重要的事情啊，有些东西我用到现在还在使用，觉得非常好用。所以我们今天啊，我来带你看一下我工作桌面上的一些设备跟产品，还有我的使用心得。那我们话不多说，直接开始吧 ，Go！ 我把我今天会介绍到或者是没能介绍到的产品啊，全部整理在一个 Notion 页面了。所以你可以在这个页面里面看到我所介绍的产品的更多详细内容，甚至是一些有专属优惠的购买链接。好，我这边直接用第一视角让你看一下我工作桌面现在目前真实的整个现况。那先跟大家讲我们的桌面上的一个新宝物，它是 Codigi 的 TS4， 就是我整个桌面的核心，就是所有的线基本上只要接它之后，它就可以全部处理掉了。因为只要靠这一条雷电式的线接到我的电脑的时候，它就可以干嘛？它可以直接接我的2个外接显示器，一个是2K 的，一个是4K 的，然后这是100赫兹，这是60赫兹。更重要的是啊，它其实接了我后面所有的设备。你看我现在桌面上的所有设备，不管是现在的这个麦克风啊，或者这个网络摄影机，还是这个台灯啊，只要能够跟电脑传输，我全部都只靠这一条 TS4 的线就可以直接做到。所以它可以让我的桌面上基本上呈现一个无线的状态。看我这边的 iPad 对吧？现在随便点开一个 Notion。然后我平常在上课的时候，我的 iPad 可能需要充电，那它这边可以前面有2个孔，它是带的传输线，然后加上充电线的方式，就这样直接插进去。可以看我的画面，就直接出现我们的 iPad。对，所以我如果在直播上课的时候，我要跟同学们展示我这个 iPad 的呈现大概长什么样子，我可以直接这样很快速的插线，它就直接接到我的电脑，非常的顺滑的，直接把我的荧幕投影上去。那如果我要在打 iPad 的电动的时候，你也可以直接这样启动，然后就可以打开你的原神。第二个我桌面上的新伙伴啊，就是这台 4K 的显示器，它是27寸的飞利浦的27949。那当时买它啊，除了价钱我觉得三维的 CP 值比较高之外啊，它背后的接口非常的丰富。虽然我最后没用到，因为我之后全部都是靠我桌上这台 TS4 嘛。平时为什么要一个直的？我之前是23寸，觉得有点太小，只有1080p，用来这个直立萤幕啊，通常都在看文章跟写文章用的，所以我觉得它的画质要高，你看那个文字的时候才不会那么的吃力。所以后来换这个时候，我非常的满意。接下来就是支撑这2个萤幕背后的萤幕支架，也是我们添购的新伙伴，这个艾格森的萤幕支架。那你可以看到我的萤幕支架其实有2个，一个是这个银色的，是 Gear Tree， 就是设备树，就是影视飓风推荐的那一款。然后这是艾格森的。那为什么会有2款这样子萤幕支架呢？这就是有大学问了。这个地方我想要花多一点时间跟大家分享，因为这2款啊，我原本是用设备树，那为什么会想要换掉呢？其实我就跌一个大坑。那我先开个灯，这样比较好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把我们家的灯全开了。开灯之后啊，现在看一下，我就是这次因为换上了这艾格森之后，换掉了所谓的长海门。就这个设备树啊，虽然网络上看起来蛮好用的，因为它其实可以装很多不同的设备。你看这个是一个弹簧的万向壁，可以装麦克风，所以就很方便，可以任意调整方位。然后这边是一个气压棒，气压棒可以配这个3轴的云台，所以我可以装摄影机啊，或是我的相机之类的。但是它有个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就是它也可以装显示器，但是它显示器上的安装有非常大的缺点。是啊，我有买它的 Versa， 就是可以装萤幕的，所以它这个直接加进去之后，就可以放萤幕了，它直接加在这边嘛，对不对？然后就可以放上你挂你这个大的萤幕了。第一件事情呢，就是它支撑的重量啊，其实不太够。我这个萤幕重量快要9公斤，所以它有点随头嘛。那没关系，我可以用这个干嘛？我放什么？放我的直立萤幕嘛。你会发现它这个有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它只能上下，它没有办法这样左右调节。所以我这个萤幕它这边非常呆板，你知道吗？它就只能这样上下。我如果坐在这边打电脑的时候，最重要其实我这边要左右调节嘛，或者我坐下工作的时候，我可以快速简单调节一下我的萤幕的角度、高度，我就可以用一个更舒服的方式工作。但是这个东西做不到，然后浪费我钱买这个 Versa， 对，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失败品。
第二个就是艾格森，除了它好看之外，安装其实非常容易。它其实把2个机械手臂放进去之外，它官网上啊都有非常详细的安装教学。那我觉得我安装起来啊，大概花我30分钟而已。最方便的，其他的那个阻尼的感受非常好，可以做全方位调节，不管是刚刚讲到的上下、左右幅度，更重要的是可以直接每一个支架臂都可以360度旋转。所以你可以看我这个直立萤幕，我可以这样一下子，就变成了一个横的水平的萤幕。这2只手臂啊，最高都可以承重到9公斤，所以其实32寸以内显示器啊，大部分都可以。另外就是这个艾格森的电线整理上做的非常好，但是呢，为什么你发现我这个没有做到非常好呢？因为我的线实在太短了。就基本上如果你是升降桌的话，你会有什么？会有一个这个包包嘛，就有个包包，还这样，就是它的小肚子。那其实你可以看柚子的，我看到你了。就一般的升降桌这边有一个小肚子嘛，你可以看柚子这边就有一个小肚子，对不对？就是可以收你的所有的电线的。那你看我现在的在这边，为什么呢？我把它拆掉呢？因为我当时在请升降桌厂商做的时候，这边是它的孔啊，就是这个孔啊，它弄得太靠外了，所以变成说我要夹这个的时候啊，必须把这个先割舍掉。我之后请厂商来帮我把这个孔往前一点，那我就把肚子弄回来了。对，不然我现在怎么做呢？我只能透过这样子，然后把我的变压器啊都这样放在这里面。放在这里面，让它可以不要看到，而且我打扫的时候，吸尘器进来的时候也很方便。所以之后呢，它有小肚子之后，我就把我的变压器直接放在这边嘛，那它的线就会到我的荧幕就会够长了。然后它有附一个配件，你就可以把它绑在这里。我这边有做到吧？好，这边有，你看这边有，还可以这样走这里，你看走这里，然后进来的时候呢，这边又可以这样走这里，然后之后再从这边出来。所以呢，现在线看起来有点凌乱，但没办法，就我已经尽可能的去做它了。然后我们的线因为基本上后面不是靠墙，所以看起来比较凌乱，但是没关系啊，好不好？我觉得更重要的桌面其实是你的桌面在使用的过程，我背面难管它，好不好？使用过程这边干净就好了。所以你这边看不到任何线，为什么？第一件事情就靠我们这个嘛，心脏的加速器。然后我这边又装了一个很重要的，它是我的极限槽，里面全部都是我的线，好不好？你看都是我的线，我就走这里。所以我现在就是放这个，把它盖住，什么都看不到了，就我的线就在这里面，然后就靠着这一台，所以我的桌面其实是非常干净的，非常干净的。那既然讲到桌面呢，我还特别讲一下我这185公分、深90公分的桌面的使用心得。第一件事情就是我这2个是双萤幕嘛，那如果你真的只是双萤幕的话，我觉得顶多啊用到这边大概165公分就非常足够了，因为这边多余的区块啊，反而变成一种浪费。而且有时候啊，我可能就是拿到一些包裹啊什么之类的，我懒得先拆，我可能就会放在这边，它就会堆叠成为一个暂时的小垃圾场。那其实这样也不太好。我为什么当时想要185公分呢？就是因为底下我想要放这个 IKEA 的铁柜。对，那如果这个你看这个角落进去一点的时候，我的脚的空间就会变少嘛。但是我后来量了一下，发现其实真正合适我这个空间的大概就是165到170公分就好，它大概可以少个15公分到20公分。就是我们家的客厅会变宽，我们家客厅会变宽。要拍我们家的电视的时候啊，也不会被这个桌子给挡住。那个时候如果真的要重来一次的话，我可能会买170公分或者是160公分的，这样就非常足够。因为我基本上我会用2个萤幕就好，应该不会用到3萤幕。我们还有一个这个新成员是我们的 IKEA 的收纳柜，然后这收纳柜才4000多块，然后我觉得它非常实用，是因为它是金属外壳，所以你看可以磁吸。然后这是我拆包裹的一个刀子，然后右边还有很可爱的。这是我电脑包，是 MOF 的，然后可以磁吸在上面，所以非常省空间，就不用找地方再放。它也可以直接变换形态，它可以让我外出的时候工作，直接用这个当一个笔电支架，脖子会比较舒服。MOF 啊，我还有推荐另外一个东西是这个是我们的 iPad 的壳，那这个壳其实它是一个超薄啊，崩溃，好，要逼了，它其实是让我们就是可以放笔的一个位置。可是我现在目前这个感应有点不太灵敏，所以现在有点尴尬。好，我先放过来试试看，你看单手操作的厉害，嘿。然后呢，再把它放进我们这个巧控键盘，然后就可以这样操控。今天成功了。一般来说，我现在装这个壳，因为我这个壳用1年多了，它那个感应的那个接触的触点有点不太灵敏，对，所以有时候感应不到，所以我前阵子把它拆了，觉得这个也很棒。可以让我的笔就可以卡住，就不会乱动。不然很多人的 iPad 很多时候那个笔都会弄丢，就我就弄丢过一次。它其实背后还有一个很酷的这个磁性贴，这个磁性贴啊，就可以贴在各种，让它磁吸在各种金属表面。你看，就像我这个收纳柜也可以这样吸。但是如果你们家有一些比较磁吸的墙啊，看大家装潢怎么样？你可以看我们这个地图墙，它可以直接这样，嘿，
吸住，然后我就可以在上面这样子滑，就是这样。就是跑到我们的地图墙上。如果我之后是买 iPad mini 的话，可以放一个在这边，然后客人来的时候就可以直接上面操控我们家的智能家居，我觉得蛮好的。只不过我这个收纳柜现在有点多东西，你看看都满满的，然后里面的收纳，看这边是线材，然后我的收纳区的东西基本上都是很满的，然后这边还有耳机，是我很常用的耳机。所以我在思考啊，可不可以就是放一个洞洞板在这个地方，因为我有去定制一个金属的洞洞板，所以我任何金属磁吸的东西也可以直接磁吸上去，就会觉得说会不会有点丑，所以我们现在还在考虑。如果你有任何建议，你也可以留言给我。然后这是我们的新的人体工学椅，那你会好奇说，之前基隆那只Herman Miller去哪了？就现在它基本上在这里，它在这里，哈哈。因为我现在目前在试用这个 Steelcase 的，然后我觉得 Steelcase 确实还不错啦，就我们之前有拍一支影片做介绍，然后这是它新款的卡门款椅子，它是软状的，然后包覆感也不错，透气感也很好。你也可以在我的网站上看到我今天分享的产品的一些限定团购优惠，或者是这一支卡门的图文评测。那我平时工作就是这样子的一个配置，就我觉得最重要的，其实最便宜的入手，让你整个姿势或是你的工作体验变好的，其实是这个脚踏垫。这个脚踏垫好像1000多而已吧，可以让我们的脚看就这样比较垂直，然后它可以这样放松，还可以这样斜斜，你可以这样子很耍废的样子，就会很舒服。对，所以我觉得这个脚踏垫真的是一个值得必须入手的。如果没有这个脚踏垫，我在这边就会这样我就会觉得这个脚可能是我的腿太重还是怎么样，我不知道，就会觉得很不舒服。现在没有它就真的受不了。看这样放上去的时候，我整个腿就不用施力了，像躺在床上的感觉。对，所以这个1000多块，我觉得是非常重要，陪伴我们2年多，就从基隆带到这边。对，那这个椅子啊，就是它的扶手也是可以这样调整，就比我们之前那个Herman Miller的扶手不能调还要好很多。因为我这样的话，我打键盘，你看我就可以这样子比较八字形，因为我的键盘也是人体工学的这种类型，所以它手是要这样子的，就会真的比较自然一点，就我不用这样子弯手。对，所以我就可以像这样子打，看我这个就是这样直线这样子过来。更重要，其实是我觉得它虽然一样是网布的，但是它比较挺。就是 Herman Miller 虽然说它可以前倾模式很专注，但前倾模式超不舒服，就一般的时候都没有用前倾模式吧。Herman Miller 的这边就会很沉，它就会比较软。然后我觉得，因为我平常睡床都喜欢睡那种硬的床，所以这个比较挺的时候会让我比较有精神。不然 Herman Miller 如果我只是用一般模式的话，我很容易就会有点想睡觉，因为它这边太软。这个 Steelcase 的 Carmen 就会比较挺。我现在目前大概再多用1个月，然后看看我们要把我们家的 Herman Miller 给卖了。好，又回到晚上的桌面了。那我们现在看一下我们桌上一些还没有讲到的一些小产品。这个是绿联的3合1的充电器，因为现在就是我桌上真的唯一使用 Lightning 就是 AirPods 跟这个 AirPods Max。那这个等一下好好的讲一下我使用它1年多的感受。所以我现在如果能够充电不要有线，就绝对不要有线。你看这样放上去，就可以充电了。然后这个 iOS 7的待机画面我非常喜欢，就可以切换很多不同的用途啊。然后这边是我们的代办清单这样。然后这柚子的手机，所以还是有我的图片，因为我现在我的手机在拍这支，你看，我是用 iPhone 15在拍的。AirPods Max 我现在使用下来啊，就是你可以看都是白色，而且我都没有带出门哦。它的污垢痕迹其实非常明显，用过白色之后，以后真的不敢买白色了，还是买黑色的比较好。不然现在看起来都觉得蛮心痛的。这个 AirPods Max 啊，就我现在戴起来，其实它的音质真的非常非常好。但是最大的问题就是，你可以看这个，虽然它的网状结构支撑，你觉得好像戴开始还蛮舒服的，然后这个耳朵也蛮舒服，蛮服帖的，但是它也是真的有够重，所以我戴久了之后，我头上会说压痕你知道吗？我每次拿掉的时候摸我的头，我就发现我的头好像被压进去了，压扁了，然后这个长期这样下来，我真的觉得我的头会变凹的，所以我后来都不太敢戴。所以我现在基本上如果用戴耳机线的话，我会有使用这个 Sony 的，会比较轻。可是这 Sony 的就是它的耳朵的这个地方就很小，然后我耳朵是大耳朵的，所以我戴这个长久下来，头是不会痛啊，耳朵会痛。另外一个是耳朵不会痛，头会痛。好，你们喜欢哪一种呢？就可以自己去挑，好不好？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件事情是我每次戴这种头戴式耳机的一个非常难抉择的一个矛盾点。还有就是我身后的这个置物架，基本上就是放一些电子产品的一些包装盒啊，然后所有都是罗技的、苹果的啊、大疆的各种 HomePod， 就我们家基本上这个没什么变了，好像1年前就是搬进来家里面就长这样了。只是我自己比较想要的就是我觉得现在整个桌面，然后加上我背后这边都是没有所谓的一些绿色植物，所以我蛮想要去买一些就是那种不太需要照顾，但是又不是多肉植物的那种蚬苔类的
绿色植物，它可以放在这边一个啊，或是可以放在这个角落这边，让整个心情感变更好。所以我现在还在思考要买什么。如果你有推荐的话，你也可以底下留言给我，让整个桌位的氛围啊，工作的时候会更幸福、更开心。就是因为早上的时候，其实我打开这个窗帘，看到外面都是看到山啊，但是晚上的时候，外面黑掉的时候，就桌上就会变成太空。那我觉得还是要多一点东西。现在就只有一个小小的史莱姆这样。从2020年，我开始在意自己的工作桌面，目的是在有限的工作里打造属于自己的桌面，无限创作。现在过了3年，虽然有一个自己理想的智能工作宅，但我一天在这个桌面的时间至少10个小时，不只是工作，我的一天可以说是跟这个桌面共生。每年透过记录桌面的变化，也是记录自己工作和生活方式的改变。今年对我来说最大的变化是看向窗外，实用主义。桌面上的东西都是每天几乎会用到的，所以我才发现原来我不需要这么大的桌面。终于有一个自然采光的窗户在旁边，白天阅读工作的时刻，我能戴着耳机看着窗外发呆，是我偷闲享受的方式。希望这支影片能让你有些想法，让你开始打造能让你工作又生活的专属桌面。我们下次见。